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自恒。首先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左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张骞的舰长。黄登辉，对不起，主持人好，大家好。黄登辉，好，舰长好。好，当然了，我们今天要持续来讨论呢，是在这个李在明跟马克宏是不是也对高市开始有点冷眼了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中日的外交上啊，我们看到持续没有办法有进展呢。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就说习近平啊，他直接拒绝了说出席啊，在明年1月份日本举行的中日韩峰会上。好，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共同社就已经说了，中方拒绝参加。那换言之呢，10月31号在韩国庆州会面之后，短期内是不可能再见面了。那原定的11月25号的这个访华日本企业团，以及10月30号北京举办的这个交流活动呢，现在都取消了。无解的状况之下，中国大陆持续的拒绝中日韩峰会又加上没有互动，这似乎已经是成了呢这个中日最遥远的距离了。因为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他在参加南非的 G20 峰会的时候呢，他跟李强两个人在拍这个顶秀团体照的时候啊，你看到我们帮你点出来了，这是高市，这是李强啊，两个人隔了好几个位置隔个3个人都没有任何的互动好，不过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呢，就在这么危急存亡之际可是在峰会上高市却突然的迟到了1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高市早苗就在21号晚间当中，他发文说他在出席峰会前花了很长时间挑选衣服，甚至还直言说穿得太廉价的话呢，可能会被受到轻视那当然就被现在骂了，因为就说你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比你挑衣服还不重要吗？你挑衣服还比较重要吗？那他说呢，是你自己招的危机耶，就最后竟然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挑衣服你把中国的问题抛在一边那是不是把重点都放错了呢？好，那可是呢，对于高市感冒的恐怕还不止日本的网友，因为很多国家现在也似乎出现了这个状况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在峰会上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他要跟高市早苗握手的时候呢，就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似乎有点尴尬，因为正在握手。那旁边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却一手呢背在背后一手在揉眼睛有这么巧吗？就刚好这个时候眼睛有点痒啦，结果呢他只能呢就默默的就离开了，没有办法呢下一个跟这个马克宏握手好，那中国网友就说这是高招，他在避免了2个人的握手他说这个太厉害了。好，另外是呢德国总理呢跟南韩总统他们在会面的时候呢，也问到李在明说对于现在中国的看法李在明就很聪明了，他就转移话题避而不谈。韩联社就说在21号的时候呢，韩国日本举行的纪念仪式当中呢，纪念2战期间他们被强迫在一个金银矿中劳动的一个劳工那这是韩国第2年已经缺席了日方的官方仪式来举行的纪念活动了。好，可是当然这也是因为高市早苗似乎就在四处的点火嘛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呢他四处点火的状况之下呢，日本的民众现在说没米下锅了。他说呢，一个连老百姓饭碗都端不稳的政府，结果呢现在竟然在国际舞台上还兴风作浪这个日本老百姓已经生活很辛苦了，他们呢想要填饱肚子普通家庭呢都成了很大问题的同时呢，可是你看如果呢中国停止出口大米的话，东京大学的这个农学部教授就说日本可能就会饿死人了，光是这样就够了，根本也用不到打仗好，那接下来还有包含像是国债啊、山市啊、高市政府呢，都是显示说把日本推到了特拉斯式的灾难我们看现在日本的国债殖利率呢跳升到了 3.37%， 改写了1999年以来的新高整个债务的规模呢突破了 GDP 的260%了。那东京呢股市、汇市、债市也同步的回跌。外资对于高市政府是非常的不信任的，这代表着说外资呢对你呢是持续抱持着负面的观感的。那高市早苗的内阁呢近期这一些举动也对中日关系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层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2012年的时候日本当时这个购岛事件就导致了日中关系恶化。
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机械、汽车产业都受到了重创，两国的双边贸易啊，一直到2017年才有回暖的迹象哦。所以如果这一次呢，事态同样的这个状况持续发生的话呢，对日本的冲击哦，也是不亚于当年的。好，我们先请教彬哥哦，怎么看说呢？现在啊，这个中日外交持续的在断网断联中。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日本就是碰触了它不可以碰触的底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除非高市认错道歉收回这个言论，否则的话，中国大陆大概不可能给日本好脸色看。那现在中国大陆才刚刚开始出招，我觉得未来会一天加紧一天，它会越来越多的对日本的施压跟限制。那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李强不跟他会面很正常啊。他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去跟高市会面呢？那可是本来大家有预测说高市会不会突袭式的自己跑去找李强，不过后来还好这个情况没有出现，不然很尴尬。对啊，到时候会搞得更加难看了。那导致我就觉得高市有的时候他想法真的怪怪的，挑衣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有人会当然去出席这种外交场合，你要穿着大方得体嘛，但是我不相信高市会有什么很便宜的衣服啊。他平常看起来穿的衣服看起来质料什么都是不错的，重点是还把它剖出来。对啊，所以他讲这个到底什么用意？而且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迟到？这通常啦，我觉得女孩子如果很注重自己衣着的，她大概早就已经想好自己要穿什么，应该不会临时呈现国事繁忙。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奇怪的，因为这恐怕因为他要出国的时候不就会带哪一些衣服吗？所以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挑好了吗？怎么会等到了现场才在那边伤脑筋要穿什么衣服？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他只是故意用这个当做理由。可是用这个当做理由真的蛮奇怪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那但是呢，他当然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是不是好？他现在跟中国大陆交恶嘛，那是不是能够拉拢其他的国家，甚至让这些国家跟日本一起站队，然后作为他的后盾？可是看起来也并没有很成功。那实际上对于高市早苗跟中国大陆的冲突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力挺日本，除了台湾之外，全世界各国大家就是冷眼旁观，看你中国大陆跟日本准备要闹到什么地步，然后大部分都是都在旁边观察，那只有台湾是一头热冲过去。可是说真的啦，我们帮助日本或是力挺日本，也只是停留在嘴炮范围，我们就是吃日本什么海产啊，吃日本米啊，搞这些东西啊。那但是这个对日本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啊。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日中冲突恐怕会持续下去，我想恐怕要到明年以后再说了。这个时间恐怕绝对不会短。那导致这边说日本民众没米下锅，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因为日本对这几年日本闹米荒，所以日本的米大部分从外国进口。你知道它大部分从哪里进口？从美国跟台湾的。对啊，所以它不是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而且川普本来施压日本要进口更多的美国米，就日本就是不愿意，因为他每年政府上限规定就是77万吨免税，那川普希望他那个数量要更提高。那之前石破茂是一直不愿意。那现在如果假设真的日本再度面临米荒，中国大陆这边又不愿意把米给他的话，他从美国进米就好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当然口感好不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他也可以扩大采购台湾米啊。我们台湾人对他这么好，对不对？多买一点台湾米嘛，我觉得 OK 的。那导致说国债这个东西，大概日本是免不了。日本本来就是非常少见的国债超高的国家，像美国债务那么高，我们已经觉得很吓人。可日本是260%，GDP 的260%，这非常恐怖。那它会继续往上堆叠，所以这个大概高市，我不认为他在任期内会解决。那高市现在面临最大的麻烦就是他跟中国之间的这个事情如何解，因为看起来他是不可能会道歉收回承诺。对，那他不道歉收回承诺，中国大陆大家也不可能放手，大家就一直对峙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困境要解决的话，大概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到最后高市可能要离开。那问题是高市能够支撑多久，就要看日本民意对他的支撑度多久。目前看起来日本民意对他的支撑度是还蛮高的，可是会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下降？因为如果中日持续对峙的话，中国大陆的制裁措施越来越多，甚至未来包括稀土啊这些东西可能都列入管制，那日本的很多产业都会遭受冲击。日本这些产业遭受冲击之后，日本的经济表现如果一路下滑，
那到时候日本民众还会持续支持高市吗？恐怕就很难说。对，当然现在很多国家都作弊上关，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呢，大家也不想要选边站哦，是不是因为这样出现了这个很多国对高市有点避之唯恐不及的感觉呢？来，左老师。好，基本上来讲，高市这一次在这个南非呢，现在回报就是报道的消息，就是他跟英国首相有一个双边的会谈。那你看，特别也报了他跟这个梅兰妮他们有这个握手。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偶然哈，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美国、英国、意大利跟日本，他们3国要合作生产战机，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实质的安全合作。那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高市它整个的政策的重心可能还是在安全的合作。这个可能也是反映日本国内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他在国内有这么多支持？因为其实整个日本社会有向右倾的这种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整个外在的这个安全环境有重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是为什么日本会有参政党的兴起，这也是为什么高市会有这些言论的原因。那这就反映在他在这个集团体上的这些跟英国跟意大利的这个领袖的互动。但整体来说，集团体它是一个经济组织，它不是一个安全组织。所以其实高市在集团体，它其实它大概这个安全议题能够谈的只能在双边层次或者是小多边，但没有办法在整个集团体。本来大家认为说，因为这一次集团体因为美国的杯葛，所以大概不太可能产生这个共同宣言，就没想到第一天就发布了共同宣言。那当然这个就反映出来说，大家其实对于很多问题，因为原来很早就在进行，比如像说关于集团体。在南非主持底下，从今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场会议，所以所有的内容其实本来就在谈了啊。那甚至你看，他这个宣言的第一个讲到什么？讲到就是对于关键矿场的合作、关键矿产的合作，就是稀土嘛。那因为其实非洲也是一个盛产稀土的地方，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说，在现在全世界已开发国家工业强权那么需要稀土的情况下，非洲也能够从中间获利。怎么样把生产技术引到非洲来，让非洲也能够参与这个矿产的这个生产？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集团体的这个主轴啊，还是经济问题。但是美国不来，对日本就是蛮大的一个压力啊，因为这个本来南非还是希望最后一刻有所突破，就没想到美国还是不来，只有美国驻这个南非大使馆会派一个官员前来。所以南非总统说，他可能到时候，因为下一个年度就2026年主办国就是美国嘛，他说到时候他可能会摆一个空的椅子在那里，然后他把这个主持这个主办权交给那个空的椅子，那当然也是让美国很难看了所以到底会不会是这样演出，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因为美国没有出席，所以当然这个日本当然就相对来讲更显得比较孤单一点。那反而是韩国。李在明去了，跟一些国家的这个双边会谈，包括像跟法国双边会谈。那当然就是韩国也希望能够开展他在非洲的一个经济上的角色，因为韩国这几年也是加强所谓的出口出口核能出口这些造船这些，所以基本上来讲。这就是一个我们目前看到整体的就是说，因为高市的这个言论，反而在多边外交上，它所面临到的一些新的挑战。那整体来说，其实大陆现在怎么讲，就是说不断的持续施压嘛。因为其实这几年大陆对台的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叫做什么？叫做类管辖或实质管辖权，就是他需要去伸张、去主张，就是说他对台湾。不是只有所谓一个中国，而且它有实质的管辖。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高市的这一次的言论呢，那大陆一看，美国没有动静，美国其实是有呼应高市啦，但是不是针对高市的言论，而是针对大陆的一些军事活动。美国有一些这个表达说，他会支持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但是像其他，比如像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四方安全会谈，澳洲啦、印度啦。都没有行动啊，所以大陆当然就力量就下来了，就是看你日本能够撑多久。如果日本真的退后了，那当然大陆就可以继续，就可以强化我刚才讲的所谓的实质管辖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所以这个角力未来我们还会看它继续发展下去。对，因为现在双方就没有台阶下嘛，但这样就是会可能影响到日本的经济重挫啊。来，黄征辉舰长，大脑恢复了，首先我特别要说一下这次高市在那里说他为了衣服他耽误了很多时间这完全符合我对他的
这个印象。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个人会很在乎自己的衣服穿什么衣服，而且你是一个首相，你这次去参加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你出去带的衣服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衣服了，你还在这里斤斤计较，而且这样子几乎延误1个小时，就是说他自信心不够，因为他怕什么？他说那句话受到轻视，因为他事实上就是受到轻视。他在日本的政界，你知道日本女孩子是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的。我不要说140年来这是第一个女首相，那你说台湾也只有一个女总统，但台湾时间多短，但没关系。你再去看那个叫做众议院跟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女性的比例，日本的众议院只有大概14，这个是女性。台湾的立法院女性有41%呀，你就知道女性在台湾其实是有她的地位。但是日本，如果你了解日本这个社会什么样，你就会知道他们真的是瞧不起这个女性。那除此以外，他又是一个极其弱势的首相，对吧？好不容易才这样子选上，所以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你们都瞧不起我，你认为我是女性不行，所以我要比任何人都要勇敢。所以你看他讲的很多话都是别人不敢讲的，这就是他的一个心理。那从他这个穿衣服你就知道，完全证实他是一个就是没有自信的一个女的一个首相。这一个，第二个，我特别要说这2个事件，现在中日在这里这个杠上嘛。我先保证各位，北京绝不会退让。如果好比说高市没有道歉，或是甚至他下台，北京结果就是说让这件事情过去了，那我现在就可以讲这一句话：北京你们一直喊的统一是假的，因为这个东西触碰了一个最不可触碰的一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就是台湾。如果你在这里你家没有道歉，你就这样退让，那就保证你，他其实一直以来说的统一。都是一个门面话，是他的神主牌，他永远不会去做。这似乎就让现在陷入了僵局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面对现在中日的僵局啊，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王毅哦，他首度发声了哦，而且是持续的强硬抗日的立场哦。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他就说呢，有3个绝不允许。他首度呢回应到哦，他说呢，不允许日本的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也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也不允许日本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他同时呢也强调说，会跟这个各方来维护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样的共识哦。我们看到他这样的说法呢，马上就在这个社群平台上是热搜排行榜的第1名哦，大家的搜寻度非常的高。好，那中国火箭军呢也在这个时刻呢发布了一个影片哦，里头就是用军歌的形式展现说部队来全时待战的这个战备的状态哦。您看到画面上呢，就是这个军人呢，中国的火箭军哦，他们呢在平时操演的画面哦，那在这个时候秀出来，当然也是警告的意味相当的浓厚哦。所以这个画面当中呢，你看到就是部队呢，他们要告诉大家说，他们随时都有做好准备来面对之后呢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冲突哦。好，那另外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军号海外呢也发布了一个新的影片哦，而且英文的这个搭配的文字呢，就提到说要等待东风哦。这是不是意味说呢，已经随时的都准备好了呢？好，同时呢也发布了影片说，反正呢我们有大子弹哦，量很多，绝对会够这样的这个配文哦。好，可是配文啊，当然你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嘛，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直白啦，来强硬回击这些外部的一些挑衅哦。好，跟日本持续紧张的状况之下呢，北京也接连在黄海的沿岸进行了军事的演习。我们看到呢，在海事局这边发布了航行警告，说11月23号一直到12月7号，有连续2周呢都有进行军事任务。好，日军呢现在是不是也蠢蠢欲动接下来双方的冲突啊，是不是会更演变越加剧烈呢？因为高市现在就被指出说，它可能会导致第3次的世界大战。那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哦。这个是席勒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就说高市早苗的言论非常危险哦，希望他呢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呢，它可能会导致第3次的世界大战哦。
好，这当然是日本呢现在有能力说呢，他们号称啊在短期内可以生产武器级的布。然后他说呢，央视就报道说，长期以来日本呢一直在核能发展呢，来掩盖他们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哦，尤其是在采矿啊、精炼啊、使用等等的哦，他们其实呢有很完备的设备和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呢日本想要生产这种武器级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在短期之内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当然会被形容说可能会导致所谓的第3次世界大战哦，而且呢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风暴哦。那现在就防卫这个所谓台湾有事论啊，中国官媒呢就掀起说，那我们要喊一个琉球定位问定论哦，要试图反制日本哦。那日本的防卫大臣呢小泉进次郎就也第一次造访了冲绳的自卫队基地，在今天呢更要到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哦，就是也要来视察。可是这个时间点呢，美军呢却也有动作哦。美国的国务院呢，他们呢就向国会发布了通知，说美国政府啊最近批准了向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售了最新的滑翔炸弹哦，价值大概是8200万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军航母华盛顿号呢也已经抵达了南海执行任务哦，宣示会持续的来跟这个区域盟邦合作，要加强吓阻中共的海警船和共军的基建哦。而这一艘舰艇呢，在10月17号回到母港，就是日本的横须贺的时候哦，当时你看到川普跟高市早苗啊，他们还一同登舰哦，这也是那时候被形容说，很少看到哦，就是美国总统一起登舰的状况。那这也是说呢，号称是写下了美日同盟的合作新页啦。好，彬哥怎么看？说我现在当然呢，中国大陆是持续的强硬，看起来真的是都没有台阶下了。中国大陆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走任何台阶下，他现在对日本就是来一个组合拳，从各个方面，从外交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从军事的层面，全面性对日本施压，这是非常明确。你看他黄海本来是说3天演习，现在已经变2个礼拜，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加大强度，那就是要给日本制造压力。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现在日本民众大概还感受不到，所以现在看起来日本民众对高市的支持度还蛮高的。可是再过1-2个礼拜之后，当这些效应逐渐扩散，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观光上的问题，然后甚至军事层面的问题的时候，那日本人对高市的支持度还会不会这么高？这个到时候就要再观察。那当然，中国大陆的脚步也不会停。我觉得中国大陆接下来会进一步在经济方面的制裁会升级，甚至到最后不排除，我觉得可能会召回大使，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它会走向一个越来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因为你不仅是碰触我底线，而且高市他要修改非核三原则，其实前几天他们已经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日本要成为一个核武国家的话，这是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会接受，而且不止中国大陆不会接受，韩国大概也不会接受，北韩也不会接受。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大概也会开始出手。对，所以我觉得他周边的国家大概全部都会反对这件事。那高市真的要一意孤行去这样做吗？虽然现在日本解释的是没有，我们不是说真的要拥有核武，我们只是让美军的核动力的这些船舰可以停靠日本而已，让这个日本有这样的一个依靠，而不是说日本自己要去制造核武器。可是问题是，全世界都知道，日本如果真的想制造核武器，他马上就可以制造出来，他是有这个能力，很久以前就拥有这个能力，只是在美国的压制下，他没有去做而已。但是如果美国给他开了绿灯，让他做，那整个世界的局势就完全改观。我想这个是东亚很多国家都没有办法忍受，因为这些国家过去的2战遭受过日本的侵入，所以这些都还记忆犹新。我想整个亚洲大概只有台湾会赞成吧，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但是也同样的，高市一直讲说他要恢复，就是要使用集体自卫权。可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日本想要使用集体自卫权，不是日本人说了算，是美国人说了算。也就是重点还是在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现在看起来，美国是用驻日大使格拉斯对中国大陆喊话这种方式，这种嘲讽啊、揶揄啊这种方式去表达，好像川普是支持日本的。可是问题是，川普本人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那刚左任东老师也讲了，也就是美国国务院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他并没有直接去力挺高市的言论。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
这是一个压力测试期，也就是一方面中国大陆在对高市早苗施压，另外一方面川普也在观察日本能不能挺过这一波。那中国大陆对这一波会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如果说高市撑不住，那高市自己下台滚蛋。但如果高市撑得住了呢？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好处，以后就可以让日本更单独去面对中国大陆，然后以后就是他2把剑，一把就是菲律宾在南海这边去挑衅，另外一个就是在东海这个地方、黄海这个地方由日本去挑衅中国大陆。对美国来讲也何乐而不为，反正都不用他出人出钱。那这个华盛顿号现在是接替尼米兹号的位置，因为尼米兹号要退休了，他现在就结束他的任务，要回美国去，大概未来就是准备就是除役。那在南海这个地方，虽然他们说华盛顿号去威慑中国大陆，可是你看中国大陆有被威慑住吗？我只看到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建设越来越多，船舰越来越多，这恐怕对菲律宾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来周老师。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第一个关于无核化这个问题啊，这个小泉就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已经说了，就是他还是会遵守原来的日本的无核3原则。那这当然有一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像日本的在最近就是4位出生自这个广岛的众议员都公开表达反对日本修改这个无核3原则。这4位众议员包括前首相岸田文雄。所以当然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即使是自民党内部，其实对于要修改无核3原则，本身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第二个非常有趣，就是小泉在回应这个媒体提到的这个所谓无核3原则的时候，他引用的居然是2010年日本的外相冈田克也他的这个发言，就是因为当时冈田克也就是说日本是会维持这个无核3原则嘛。那冈田克也是谁呢？冈田克也就是11月7号质询高市，然后高市说出了这个台湾有事就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一切的开端就是这一段，对，就是冈田克也，所以非常有趣的，就是小泉居然引述的是冈田克也，而且冈田克也当时是外相，他不是防相，他不是防卫大臣，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引述哈。那不管如何，在无核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日本看起来还是不会向前迈进啊，但是在这个武器输出上，日本最近踏出了第一步。就是说，当然这里头看到，就是刚才电视墙上讲到，就是说美国出售这个滑翔炸弹给这个日本滑翔飞弹，但是日本同时也出售爱国者给美国。这是2023年在岸田任内那时候修改所谓的这个武器出口这个文件的时候，他说，假如是日本取得这个出口许可的这个国家，就授权给日本生产这个国家要求的话，日本可以卖出他生产的这个武器。所以现在日本就是基于2023年这个修改的文件，把爱国者飞弹卖给了美国。那大家过去听到都是美国去提供其他国家爱国者，现在看到日本提供爱国者飞弹给美国，这当然就反映了，因为在俄乌战争之下哈，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工生产这个能力就是产量上不来，所以它需要日本啊，甚至未来韩国啊，其他国家欧洲国家来协助它生产。那么日本最近跨出了第一步。所以整体来讲，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安全合作其实是上升的。但看到这个日美安全合作的上升，有一个国家它角色非常特殊，就是韩国。为什么呢？因为韩国其实在这个李在明上台以后，他希望就是在韩美安全同盟的基础上推进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现在美国看到日本面临到中国大陆的压力啊，可能就希望韩国有一些呼应，有一些支持。所以韩国认为说他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而且他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对日本，就像当年那个萨德飞弹对付韩国，而且觉得可能这个压力可能会比当初萨德飞弹对韩国的压力还要大。韩国当然不希望被卷入这场风暴当中，所以我认为未来美日韩3国的合作也会是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对，大家很担心，就是会不会变成是第3次世界大战呢？来先讲。先说，我先讲这个，刚刚这个可不可能变第3次世界大战？我现在告诉各位，不可能。为什么？高市他不是希特勒啊，他哪有这么大的本事？高市明年能不能够继续任首相，我现在都打了一个问号呢，因为他很快会他就是掀起一些右翼的一些人的支持嘛。右翼在日本的政坛呢，大概只有极右翼，大概只有2%到5%，是一个很小的力量。现在刚开始，右翼当然叫的声音很大。因为整个社会媒体就是喜欢听那些叫的声音很大的人，目前极右翼的声音很大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只要继续制裁下去，当大家都感觉到痛的时候，
这些右翼也会变得比较沉默，就不会这么强烈了，因为没有人敢这样子一直拼下去，因为你可能赢吗？我不要说是日本啊，欧盟都不是对手。像上次荷兰的安氏，真的人家一个真正制裁你的时候，你很难打过一个像现在连美国都觉得束手无策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那你怎么可能对得上他呢？所以这个事情一出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西瓜喂大边啊。大概国际间只有这个叫做什么利益，没有道义，大家都这样想。那第二个呢，北京一定是采取一套组合拳，可是我现在奉劝一个，就是这个组合拳里面所有的制裁都是七伤拳。那这个七伤拳里面什么东西是对中国大陆最不利的，你知道吗？军事。你最有利的是经济，你可以让他感觉到痛，可是军事不行。为什么军事不行？军事对台湾的威胁很有效，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统一台湾啊，所以他有可能跑，哪里真的跑到我们这个登陆了。可是你可能统一日本吗？你可能侵略日本吗？都不可能的。所以当你用你的军事在那里跑的时候你会付出很多。这个七伤拳伤的是解放军更重，你跑那么远啊，多累啊！然后呢，右翼完全不怕，他会怕你绕得近啊。那你这个行动还让全世界的都在看，你看这个中国一直说强而不霸的，你看到没有？现在就用这个军事力量来威胁别人了，你会把你自己的国际形象破坏，然后右翼完全不感觉到痛，然后你自己的军力一直在那跑。如果用军事做一个叫做七伤拳的制裁的话，中国大陆伤得重，那中国大陆要去挑一些自己伤得不重，那日本伤得很重的那个就是经济制裁。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避免去采用那个军事，采用军事的形象也不好。对，这当然就是后续我们持续值得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成，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大家好，我是何谦。再来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中日闹僵，那么中国现在的态度是更加的强硬了吗？中方的外长呢，王毅他又强提了3个绝不允许。他说呢，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也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去染指台湾。而现在啊，人民日报也警告了，说如果呢日方一意孤行的话呢，那么日本将再次面临抉择。还说啊，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第2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如果日方不悔改的话呢，甚至一错再错的话，那不得不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啊。而现在呢，他们的解放军啊，也是不断的对日本来施压。现在呢，23日起啊，要连续2周要在渤海跟黄海去执行军事任务，并且呢，中国的海警船呢还搭载了舰炮到钓鱼台附近去航行，而且呢，已经是连续第8天去派出官方船只在附近航行了，施压的力道非常的浓厚。而再来呢，是这个中国军号呢，在21日之后，在 X 等海外社区呢，是频频去发布一些这个影片之后呢，现在啊又发布了一个新的叫做"等待东风"的一个影片，而这已经是中国军号连续第6天发布带威胁意味的影片了。而中国解放军呢，在23日呢，也再度发布影片了。这个影片的主题呢是"假如战争今天爆发"的影片。中国的官媒不断的在这个警告日方啊，说我们的解放军呢是底气很硬的，要小心一点哦。而现在呢，这个甚至日媒还说啊，要击沉这个福建号，但是中国的军网呢也是非常的呛啊，说啊，日本呢连看到他的资格都没有。他说呢，今天中国军队有底气、有能力面对任何的挑衅，想要击沉这个福建舰吗？你连看见他的资格都没有。而最近呢，解放军呢也传出有一个最新的第4艘的航母吗？
是传说中的这个土基熔岩反应炉吗？好，这一张呢是关于大连造船厂的最新照片哦，似乎是建造中的解放军第4艘航舰，这强烈暗示了这是中国第1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正式告别了辽宁号、山东号乃至福建号的常规动力哈。但是啊，这个中国不断的在释放这个动作，但是是谁在去破坏这个区域和平呢？央视呢就说啊，日本长期以来呢，其实一直在储存过量的核材料啊，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说日本在采矿精炼使用处理方面拥有核燃料使用的整套设备和能力。日本如果想要生产大量的武器级的钚的话，是可以在短期之内达成目标的。甚至呢，这个大陆的国际原能总署代表还说呢，日本的无核3原则有可能会变哦，暗示可能会放弃无核3原则，为了实现核共用打开方便大门。还说对这样的日本必须要严加管束。好，除了这个中国不断的对日本对他们来产生忧心之外呢，日本国内的这个民调或者是民心呢，似乎也有变哦。我们来看到，这是日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强调说，日本政府应该要停止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立即采取行动，将无核3原则立法，并实际加入行动，并且执行禁止核武器条约。也可以说啊，就是日本国内也非常担心现在可能会开战吗？好，那高市呢也被指到说现在可能会导致于第3次世界大战呢。哇，这个是这个席勒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说高市早苗如果严拟修改无核3原则的企图，可能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这个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哇，这个高市的一席话，竟然已经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变成可能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吗？这么严重吗？我们来请教杨教授。高市在去年2024年9月在核实破帽竞选自民党总裁，然后呢要想当日本的首相的时候，他就曾经在竞选过程当中说过，他说如果台湾遭受包围，就造成日本的存亡紧急事态。那所以呢，他那一年当然是输了，去年。那这一年他真的当上了首相了，所以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做过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就在国会上问他：你现在做首相的，你上次1年前竞选的时候，你这么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要做女安倍，那你现在做首相，你的观点是什么？其实这个时候啊，你作为一个首相，过去几十年来，他们的回答大概都是这是一个事态问题，就带过。安倍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首相了。可是没有想到高市居然是巨细靡遗的回答，谈到了美日安保，最后谈到了如果台海遭受这个包围，甚至发生战争，就造成日本的存亡紧急事态。这个是安保3法里面定义，自卫队因此就可以出兵，以集体自卫的名义。所以这个才会造成，就是大家现在突然觉得，哇，一个日本的首相在谈到台海有事的时候，日本有可能是行使武力，不管是跟美军还是自己，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事情。高市会不会撤回言论？不会。2个因素，我看现在日本的整个媒体、网络以及上面的留言，通通是相当的保守、民粹、反中，很强烈的。那可是呢，政治人物有一些人开始提出不同的意见跟批判，学者也开始比较谨慎。那我们看到高市他这一次跟他一起合作的维新会的这个政党的党代表叫吉村，他就说不需要撤回，但是要这个小心的、谨慎的说明，这是一个单一的假设的，而且不造成未来政府的统一见解。高市也这么说了，高市也说他希望中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继续。所以呢，现在你看到的是，这个是他的民粹，而且对他的支持率，昨天的高市的支持率是65%啊，这个在日本的近来20年历史上是仅次于小泉就首相的，排名第2。那可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的发言也代表着日本右翼保守派一直以来对于军事安全的议程，也就是要修宪、要修改
非核三原则，可以引进核武器、核潜舰，然后呢可以海外派兵，可以出售攻击性武器。现在这一个一个，除了修宪，因为议员人数不够，似乎非核三原则也在准备明年要开始启动修改。这个当然就碰到日本很深层的反和平主义的问题，所以这个事件对很多现在右翼保守的政治人物，反而是一个操作的工具。这个我们一定要理解。那当然，你现在看到中日外交升级，连王毅副国级的都讲话咯。但是呢，各位，这个礼拜中美在进行军事对话，18号到20号，在夏威夷中美举行海上安全的军事对话，双方的这个高阶的将领就在讨论海上如何防止碰撞。那当然，中方这边也强调，你所谓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有一些在南海甚至在台海，他绝对不能忍受。但不管怎么样，这从4月开始到现在，习近平跟川普在11月的釜山会议之后呢，11月的18到20在夏威夷举行，去年11月在青岛举行，这一次呢在夏威夷举行。那整个高市的这个谈话美国在华盛顿那边，不管是川普还是国务院都不讲话，都回避。美国这边只有驻日的大使以及来访的海军部的部长讲了比较就是模糊的话，支持美日安保啊，高市在国会讲话没问题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在这个事情态度，基本上其实至少表面上他不会去站在支持任何一方，或者是要去介入。可是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啦，这个在第一岛链而言你看从台海到南海，从菲律宾到台湾，现在高市做首相的日本，开始在整个区域的安全议题上跟中国大陆有争议了。而这个核心，台湾人不要忘记，他们是针对台海的战争冲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厉将军。我首先要说明我认为高市早苗讲出这种言论，不是在挺台湾走向独立，而只是纯粹就是为了他自己国家的安全因为他担心，如果说解放军如果控制了台湾，封锁了台湾海峡将会将他从这个海上，从南海经过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航运线会被切断，所以他才会讲出这一番的言论。那我们现在也看出来，就是因为他担心这个海运，这个海上的运补线被切断，所以解放军这就很明显，就是你哪边最担心，我就在哪边军演给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军会在黄海军演，而且这个力度一次比一次的加大。大家如果说还记得的话，刚开始的时候，解放军是说在黄海实施军演那时候宣布的时间是3天72小时，然后在这个前2天的时候，它也改成8天，现在居然延长到2周，而且范围扩大到渤海那可见的这个解放军在这方面来讲，力道是逐次的加强，逐次的加大，然后希望借这个来对日本产生这个武力的威慑但是让我们最担心的，反而我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钓鱼台，因为现在来讲的话钓鱼台这个目前这个解放军海警不是解放军，它是海警派了4艘海警船，那编号是13动机，都是13这2个日，代表说这一艘的海警船是由解放军的这种056军舰改装的，吨位是3000吨级的，所以你想想看，4艘3000吨级的海警船，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它已经进入到钓鱼台海域的12海里之内，12海里是代表领海，就是说这个海警已经将这个钓鱼台划为它的这种领土，所以它可以进入它自己领海范围之内。那目前这4艘海警船并没有离开，停留在哪里？停留在毗邻区，也就12海里到24海里之间那这4艘海警船除了说是有舰炮之外，它还可以停降直升机，因为它本来就是军舰改装的。那听说日本现在来讲的话，也准备出动3000吨级的海警船到这个地方。那万一在这个地方，这个2国的海警船极可能会发生对峙的状况，或是如果说状况更严重的话，有可能会互相这个发射水炮，甚至于产生碰撞那会不会因此而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就是有在后面的观察。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解放军看到他们动作一步比一步加大来讲的话，大概这方面是不会退让的。那之所以讲到这个大陆他们这个航空母舰第4艘哈，可能是采取核动力哈，这个土基熔岩确实是新式的核反应堆。它的优点第一个是小型哈，它不大；第二个它用高温熔岩来当做冷却剂来讲的话，理论上面它会比较安全。那第三个土这种原料来讲的话，是核原料是大陆自己本身就有生产，它不需要从外国来进口铀原料，所以不会被国外卡脖子。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安全性。那如果说是这个第4艘航空母舰可以是核动力来讲的话，以后它可以不只是在第1岛链，可以这个到第2岛链，甚至于到这个印度洋、到这个大西洋的可能性都会很高。那确实是达到他所要求的，要建立一支远海的海军航母舰队。那另外一个就是，按照目前得到的资讯来讲的话，这艘航空母舰它的这个水线的宽度是42公尺，42公尺比福特号还要多2公尺，那代表它的吨位可能会比福特号还要大，预估可能到12万吨。如果12万吨的话，它上面的舰载机可以达到100架哈，确实是一个远洋战力可以形成。所以这个中共的这个军武实力真的是不容小看呐。我们来请教徐教授。是大陆的外交讲究6个字啊，叫有理有利有节啊，就说他要掌握立场原则，斗争一旦发动也要有获利，但同时也要讲究出招的节制跟这个节奏。那前面我们看到啊，过去1周多，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驻日的大使、驻联合国的大使，还有这个亚洲司的司长纷纷出招。那大家问王毅呢？王毅什么时候发声？他果然在最近他到中亚的3国去访问，访问完之后，他就拉着中亚3国一起做了一个对日的一个统一战线。那这一次王毅，他除了大家也知道，他除了是大陆的外长之外，他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外办的主任，更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委员的成员之一啊，所以他其实属于这个大陆的党和国家人领导这个集体当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这一次发言，我觉得可以说是把上一阶段的斗争做一个收尾，然后呢，告诉日本说 ，OK， 我们现在走到我来出声了这一步。如果我出声，现在2条路给你选。王毅告诉日方，他希望日方早日反思改错，不要执迷不悟。然后，如果日方不改的话，除了中国之外，王毅说，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来对日本来进行清算。那所以说，其实摆在球呢，就等于说又打回了日本这一边。那日本自己去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那其实过去几天啊，日本也有很多幽微的信号放出来。在11月21日，也就是刚刚过去的礼拜5的下午啊，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那大家知道，官房长官他代表的除了是首相身边最贴近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总管大臣之外，他同时也是代表了整个日本政府的发言的立场。那木原忍呢，就在记者会上针对高市早苗这一题，他就说了，他就坦言高市的话确实有可能会被认为依托出了日本政府既有的这个立场。但是他又说了，因为过去关于存亡事态危机的这个案例讨论本来就非常少，所以高市这么讲呢，会引起误会呢，会引起这个大家的这个错误的理解呢，那也是情理之中的。那他又补了一句说，如果未来还有这种会造成被误解的情况，日本必须极为审慎的应对。这一大串话翻译成白话，或是我们波斯抽检去看他的核心立场，其实也就是说，他承认高市这个话说的是比较冒了，听起来跟我们过去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不太一样，但以后我们会 behave， 我们会非常谨慎的小心。那这其实就是日方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修补的动作。当然，这个立场跟大陆要求的，你必须高市亲自收回这段国会的谈话，还是有一个差距啊，还是有一个差距。但是至少它并不是只是通过媒体表态或媒体放风，或者是第三人听说什么高市早苗在反省，而是以官房长官的身份来做这样的一个表态。那我想大陆也是接收到了信息，那才由王毅来丢出这个球，来告诉你说 ，OK， 那前面有2条路，你自己来选。那下一步啊，日本会不会再继续做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沟通？我觉得就看下一周，因为上一周我们去看到这个日本外务省是派出了他的亚洲局的局长到大陆去，那主动派人去，那其实表示日方是比较有强的诉求要去修补关系的一方。但是那个谈话因为只是司长层级嘛，破局并不意外，反而还被这个刘劲松，也就是王毅训练出来的一个大弟子，现在大陆亚洲司司长做了一个给他一个排头吃。
那下一步呢？日本由于外相啊茂木敏充他是内阁阁员，他同时也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如果他要去大陆呢，比较难，最有可能去的呢，反而是日本的国家安保局的局长啊，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统的战略顾问冈野正进。那如果他愿意被高市授权，而且大陆也接受冈野正进这个国家安保局局长呢来做战略沟通的话，可能会迎来转机，否则这个事情可能会升级到下一个阶段。好，现在中日之间真的是需要高层好好来见面了。但是我们来看到，在 G20 上呢，高市早苗是跟李强零互动哦。我们来看到啊，这个高市早苗他前往南非出席 G20 峰会啊，在峰会呢首日和李强没有互动。我们来看到这个大合照环节的时候呢，高市跟李强都是站在前排的哦，但是中间隔了3个人，而且拍照之后呢，就各自离开了，是没有交流的。而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高市早苗呢，其实他在 G20 峰会的时候竟然迟到了1个小时，他还自己发文哦。他说呢，这个昨天休息了1天，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但是却为穿什么衣服而纠结了很久，表示他自己花了几个小时挑衣服，并称如果他穿着很廉价的衣服的话，担心会受到轻视，所以呢，他是在这个峰会开始了1个小时之后才抵达会场就坐的耶。哇，那事后还说是因为在挑衣服，这个言论就导致于日本的网友炸锅了。日本网友就认为说，这个重点应该不是摆在服装上面吧？你自己招致的危机都不去面对，怎么会花好几个小时去挑衣服呢？把中国问题抛在一边 ，G20 看到只会笑掉大牙。好，现在中日关系差，跟韩国的关系好像也不太好吗？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日本政府呢，近日向中国还有韩国来征询明年1月要实施日中韩领袖峰会。但是现在这个情势这么不好，据悉已经遭到了中方拒绝了，甚至中国还通知韩国方面说原定24日举行的日中韩文化部长会议呢，临时要延期了。我们刚刚说到，除了跟中国之外，跟韩国的关系好像也不太好啊。因为韩联社报道了说，21号呢，韩国在日本举行的一个纪念仪式，要纪念这个朝鲜半岛的劳工，但是呢，这个韩国方面呢是不去参加日本官方举办的活动，反而是自己去举办纪念活动哦，这已经是他第2年缺席日方的官方仪式了。好，那现在这个韩国呢跟日本闹得不好，那么中国大陆呢现在的陆客呢也不去日本了，去哪里？去韩国。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邮轮竟然是紧急的改去停靠南海，哇，也导致南韩的旅游相关类股都大涨了，像是这个南韩旅游相关股票本周大涨，在济州岛经营饭店和赌场的乐天观光开发公司股价上涨了逾2成啊，零售集团新世界百货的股价也涨了6%哦。那日本怎么办呢？哇，现在很多的大陆的航空公司都不飞日本了，包括了东方航空啊、吉祥航空、春秋航空，至少9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对日航线减少或关闭预定航次，每周已经超过70个班次，哇，那日本的旅游业当然是哀嚎啦，说12份中国的预订量是无法指望了。好，甚至在三重县的一个饭店负责人说呢，饭店遭遇大规模取消啊！如果呢来自中国的预订全部归零的话，哇，酒店的经营会非常困难的。因为以前旺季可以接待3000名，万一归零的话就惨了。而现在陆客不来了，日本的经济损失是上看12亿美元呢。因为日本的消费至少会减少5亿美元，所以规模可能升至12亿美元。而现在这个日本呢也面临了一些通膨的问题嘛，所以呢，这个现在高市早苗是急推21.3兆的补贴，就是因为日本10月的 CPI 涨了3%。好，这是推出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对策预算，希望能够透过各种补助金去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但是你陆客不来了，你光是这个推补助金，可能观光业者他们还是会生活过不下去。所以现在经济学家就说了，说如果高市早苗不回头的话，恐怕使日本的经济全面崩盘。因为日本跟中国2国企业呢，早已经不是谁上谁下的垂直关系了，而是水平分工的关系啊。对日本来说呢，中国早已是无法脱钩的存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呢，已经是日本的近5倍。如果这一次事态发展严峻持久，甚至可能会动摇日本的经济根基哦。我们来看到日本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这么的前景不明，他真的有本钱去跟这个中国来进行外交上面的对峙吗？我们来请教杨教授。我刚刚说到，我认为短期内
高市是不会撤回他的发言的，他也许会去再一次的说明，但他不会撤回。一方面，他现在变成一个他内政支持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因为日本的的确确现在自民党逐渐的失去保守跟右倾年轻人的支持，而年轻人反中的氛围很强。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可是呢，他这一番发言以及他上来之后的表现，使得他现在的支持率来到了65%，他不会撤回，光是国内政治跟他自己本身支持度的考虑。第二个，他是代表的右翼跟保守派的一个议程，那这是一个机会，也就是这个长久以来，1993年进入到日本政坛的高市，当时就质疑春山富士为什么要向中国跟亚洲人民道歉，形成后来的叫春山谈话。那春山的当时对高市新进的这个议员的回答就是，当时的政府做错了，就这样子。可是高市到现在没有讲到任何春山谈话，所以换个角度，中国大陆是怎么看这个东西？我们从北京的观点来看，它有3个层面。第一个，他认为这个牵扯到台湾问题；第二个，牵扯到历史问题；第三个呢，安全环境议题。台湾议题大家理解，这几年大陆在国际上的外交战、法律战，台湾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那这样一个诉求，其实高市的发言直接的挑战。第二个就是历史问题，那高市过去所代表的言论，对于慰安妇、对于靖国神社的这个态度，那现在的发言武力可能介入到台海议题，所以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以及殖民过台湾50年的国家，现在居然要用武力进入到北京所认为的中国内政，所以这当然就是讲所谓的历史问题。那第三个呢，安全环境，这个不要小看，因为高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去修改非核三原则其中的这个不引进要修改，他要引进美国的核潜舰，他要引进美国的战略核潜舰到日本的军港，他甚至要引进美国的中程弹道飞弹。那这些东西都会整个改变西太平洋以及整个第一岛链的这个战略环境。那因此，真的有人说会不会产生更大的这个军事的冲突，军事化的这个进一步军事化的日本，甚至军事武器出口的日本，以及走向可能对于核武开一道窗的日本，当然就不再是过去我们所认知的和平主义的日本了吗？这个中国大陆是比较担心。因此，他的这个反制的作为，我觉得不会是你来几个人谈一谈，我就大事化小，不会，会一直持续在那边。就像2012年的时候呢，日本国有化钓鱼台，到现在钓鱼台，你看经常的在做这个维权巡航。2022年的时候，当Nancy Pelosi 来到台湾的时候，你看现在的围岛演习没有真的停止过。所以现在对日本，我觉得这会持续4个层面：第一个，外交升级。第二个，抵制日本；第三，经济制裁；第四，军事演习。我们都看到这4个层面都有出现，而且不断在升高。外交的升级现在已经到了王毅这个副国级，我们就看下一步，他是不是会召回驻日大使。然后抵制日本，那这个现在只是要求中国的国航减少赴日本的1/4到1/3的这个定位。第一个影响当然就是去日本的机票变贵了。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禁止日本的航空减少中日之间的航班，那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至于经济，现在虽然说水产品不能进口，现在比较担心的，日本这边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对日本采取稀土禁运管制。这个在过去2010年、2012年，因为一个钓鱼台事件，中国大陆政府曾经做过，而你看到10月9号公布的61号、62号的公告当中，也采取对全球的稀土管制。那美国当然就因此就退让，后来在釜山会议当中达成了贸易战的休战，所以连川普美国都无法忍受、无法就是必须退让的稀土管制，日本能够忍受吗？这个对日本的经济就会冲击很大。当一个首相如果搞到后来经济政策不行的时候，他面临到下台的因素就可能会增加。你不要看他现在65%的这个支持率，我们都知道政治人物的转变其实是很大的。最后一个军事演习，我比较担心他的军事演习会转到对台湾来，因为我们这边有人在吃寿司啊，我们这边有人在不断喊要支持日本啊，
那自己要本身谨慎。你以为你在吃瓜吗？其实真正的关键的焦点都在台湾问题。好，徐老师，是我们真的是坐在暴风眼的中心啊，来看这个中国大陆跟日韩之间的三国志的这个关系。过去我们常说中日韩这个三角啊，往往是 A 跟 B 关系不好的时候 ，B 跟 C 就会趁机来升温，或者是 B 跟 C 因为某些历史跟领土问题产生汉格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同情的 B 的立场的 A 会过来一起向 C 施压。但这次很特殊啊，这次我们看到中日关系突然的跌落边点。但是呢，与此同时，日韩关系也比较冷淡啊，也是因为这个主导跟这个韩国叫做独岛的这个领土主权的问题，导致最近原本要上演的韩日的海上联合搜救的这个训练也取消了。那中韩关系呢，坦白说现在也比较差强人意。虽然说今年6月啊，这个韩国实现了政权轮替啊，左翼进步派的李在明总统上台了。本质上来说，当然这样的一个中韩关系的格局会比尹锡悦时期，尹锡悦是个比较右翼的保守的这个政权，它会好一点。但是由于种种的内因跟外因啊，韩国现在要去开展大踏步的去改善对华关系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限制。那我们首先看到内因，韩国目前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啊，由于这个互联网，由于这个国际的右翼的连线啊，让韩国的至少特别是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浓厚的既反中也反俄也反朝鲜，然后同时极端亲美的一个极右翼的声浪在韩国的网络上鼓噪。这个美国今年不幸被射杀这个身亡的右翼网红 Charlie Kirk， 他生前还曾经有一次到韩国去造势，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是满满当当的全是韩国的热情的右翼民众在听 Charlie Kirk 的这个演讲。那这个是韩国这个右翼化的一个民粹的风潮，致使整个韩国的国民情绪，其实从10年前的萨德风波以来，中国大陆对韩国施加了种种的这个经济的施压跟这个压力以来，这个韩国的对大陆的国民情绪呢，一直没有很好的好转。那外因呢，其实说到底也就是朝鲜了。韩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说，中国大陆作为东北亚的举足轻重的国家，能够在朝韩之间啊，能够在半岛南北端之间的一碗水端平。而这个战略呢，曾经在2010年代，就是说朝鲜不断的要去实行这个核岛突破，不断的要自己试爆原子弹的时候呢，大陆当然很不满意，所以那个时候中韩的关系是拉得蛮近的，甚至可能大家还记得10年前大陆在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还跑到北京天安门去参加这个观礼，引起非常大的震荡。但现在呢，这个金正恩玩的也很巧妙啊，他包括派兵去俄罗斯参加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作战，他包括直接跟美国搭上了线。现在川普重新上台，看起来川普也有兴趣重新跟金正恩来进行积极的互动。在这个情况下，北京就很难说我言辞的去批评朝鲜一系列对韩国的这个施压。那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当然就蛮失望的，再加上还有台海的因素也在里面。前2天韩国这个美军驻韩的司令啊，发了一篇文章，就说韩日菲还有菲律宾啊，这3个角是一个东北亚天然的安全三角，那应该来一起控遏第一岛链所有的突发情况的发生。那这当然让李在明政府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毕竟李在明大家还记得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不想介入台海局势的，所以未来川普政府他当然在东北亚的第一岛链有一点战略后撤，但他会不会鼓励日韩菲这3个小伙伴继续的往前拱，跟中国大陆形成更大的军事对峙？那我想这是未来中韩关系发展中一个很大的前面的一个很大的地雷。每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蛮微妙的。我们来请教李将军。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哈，在这个G20的这种大会上面、峰会上面迟到是故意的哈，他是纯粹要羞辱G20的会员国。你知道他当到一个首相，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然后所有外交礼节礼仪，他应该都了解，都知道哈。那你看看最恶劣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说最恶劣，你迟到就迟到嘛，你最后来讲的话，你还要说，因为我在挑衣服，那是不是很明显的就羞辱G20其他的故意很轻佻的会员国啊？那通常来讲，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场会议里面，这个迟到那个人有时候是故意耍大牌哈。他可能为了凸显说，他现在当了首相啊，为了这个表示说，他日本是一个这种大国的心态。因为以前来讲会迟到，通常都是哪些人呢？川普啊，对不对？拜登啊，这些人会迟到，因为美国是大国嘛。那是不是高市早苗也想效法川普或者是拜登有这种心态？尤其是我觉得最恶劣的是之后他说他是因为挑衣服才晚到哈。那第二个来讲，我认为说是，当然，中国现在对日本，不管是在旅游或者是影剧业方面来讲，限制它，譬如说它限制它电影，
在中国大陆本土的播出哈，那当然会造成日本经济上面会造成它的影响，但是短期之内，我不认为日本老百姓可以感到这个会感到这个痛在身上，目前还感受不到，尤其是说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日本现在他的内阁支持度还到69.9啊，这么高的支持率，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日本老百姓短期之内是还感受不到哈这个经济制裁对他们的影响。可是我们回想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韩国由于这个在乐天集团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面部署了萨德系统，引起中国的不满。那时候所谓的限韩令，那限韩令到现在为止是解除了，但是中间也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很讽刺的是，那时候乐天系统这个很多在大陆的事业都被中国来讲的话产生抵制，可是这次反而乐天集团因此而获益，真的是风水轮流转，这也是很吊诡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总有一天等到日本老百姓感受到这种经济制裁对他们造成的生活的通货膨胀或者是经济上的压力之后，那当然逐次慢慢的就会改变日本人的观点，然后让这些日本的基层民众来讲的话，他也可以感受到，如果说军事对他们造成威胁来讲的话，不要再拿这个甲午战争那时候的眼光或者那时候水准来看中国的战力，那时候他们才会感受到，给高市早苗才会给他压力，甚至于逼迫他下台。